你的肉身只是灵魂的宇航服，灵魂不是被身体遮蔽的，也许灵魂就是大脑生成的观测者。请注意，本视频耗时1秒钟制作，时长30分钟。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当意识离开身体时会发生什么？想象你躺在一张脑部扫描仪里，科学家在你的脚趾上贴上一个微小的光源。当你用意识想象自己在用手指触碰那个光源时，仅仅是想象，没有任何肢体动作，扫描仪捕捉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你的大脑顶叶区域亮了起来。那个区域正是负责处理身体空间感知的地方。有趣的是，你并没有真的移动身体，但你大脑中的身体地图却短暂的模糊了。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大脑并非被动地接受来自身体的信息，而是主动地构建着关于有一个身体的体验。这个体验，这种我拥有一具身体的强烈感觉，竟然是某种自上而下的认知构建，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理所当然。再让我们走进神经外科手术室的场景。神经外科医生有时候会在病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因为大脑的某些区域没有痛觉感受器，医生需要病人保持清醒，以便监测语言和运动功能。医生轻轻触碰病人颞叶的某个特定区域，病人突然说出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我在想，那个粉红色的三角形正在吃我的鞋子。这不是胡言乱语，而是意识内容的真实涌现。医生触发的那个区域，恰好是负责整合自我感和时间感的神经网络的关键节点。那一刻，病人意识中的我，暂时与日常的自我叙事产生了剥离。最令人着迷的发现，来自对自体愚弄现象的研究。我们的视觉系统会持续预测下一秒将会看到什么。当你看向前方的墙壁时，你的大脑其实在不断猜测墙上的下一个像素会是什么颜色。这种预测并不是来自墙壁本身，而是来自大脑内部的模型。大脑把预测信号向下传递到感觉皮层，把它当作实际的感觉输入一种内置的幻视。这意味着你对这具身体正在触摸某物的体验，很可能也是一种大脑自导自演的感觉。身体本身，这个由皮肤包裹的、由骨骼支撑的、由肌肉驱动的物理结构，或许并非我们体验的起点，而是大脑构建体验时的一个变量。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个领域，那些曾经死去过的人。1991年的一个冬夜，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帕姆雷诺兹经历了一件彻底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帕姆当时正在接受一项危险的脑部手术，移除一个危及生命的血泡。外科医生实施了完全的诱导昏迷，用药物停止了他的心脏跳动，还用手术锯打开了他的颅骨。在这个阶段，帕姆在医学定义上已经完全死亡了，没有脑电波，没有心脏活动。然而，当他后来苏醒过来时，帕姆详细地描述了手术室里的完整对话。他听到了外科医生的对话，记住了手术器械碰撞的声响，甚至精确地说出了医生使用的手术锯的型号。但最令人震惊的是，他说出了另一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手术室外的另一个房间，一个护士正在用电动工具处理什么东西。他还遇到了一位已经去世多年的姑姑，那是他深爱的家人。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姑姑戴着一顶他从未见过的帽子。帕姆的故事并不是个案。自1975年医学研究员
雷蒙德·穆迪系统性的收集濒死体验报告以来，全球已经记录了数万例类似的经历。2014年，一项针对9个国家63家医院的跨国研究，调查了近2000名心脏骤停幸存者，其中约40%的人报告了某种形式的意识体验。濒死体验的典型元素包括几个常见的阶段。首先是脱离身体，人们感觉到自己漂浮在身体上方，能够俯视下方的场景。然后是穿过隧道，一种快速穿越黑暗空间的感觉，通常伴随着无法抗拒的向前运动。接着是与光相遇，一道明亮、温暖、不刺眼的光，很多人描述它像是有感知的光，充满爱意和接纳。然后是遇见他人，通常是已经去世的亲人或者某种存在，他们似乎在等待。还有回顾人生，一种快速、完整、几乎瞬间重放的人生电影，充满了对爱与被爱的记忆片段。最后是做出选择，一种来到某个临界点的感觉，被告知可以回去或者需要做出决定。这些体验的一致性令人惊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描述的濒死体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让科学家们面临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体验究竟是对死后状态的真实感知，还是垂死大脑的最后幻觉？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萨姆·帕尔尼亚领导的团队试图用科学方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在心脏骤停幸存者中寻找外感知体验的证据，即声称能在无意识状态下感知到真实事件的体验。在一项涉及63名心脏骤停患者的研究中，帕尔尼亚的团队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一名男性患者在心脏骤停期间，虽然大脑功能完全停止，但似乎能够听到医疗设备记录下的一段声音信息。这段信息只有在他完全复苏后才被播放出来，而他准确描述了这段信息的内容。这在科学上几乎是不可能解释的。如果大脑已经停止工作，那么在无意识状态下，对外部事件的感知是如何发生的？当然，也有科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密歇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尤里·莫斯达勒认为，濒死体验可以用神经生理学机制来解释。在心脏骤停时，大脑会经历严重的缺氧，而缺氧会触发一系列神经化学反应，可能导致异常的意识体验。还有研究者认为，隧道效应是由于视网膜边缘血液流失，导致周边视力先丧失，中央视力相对保留的结果。明亮的光可能来自视神经的直接电刺激，而灵魂出窍的感觉可能是右脑左颞顶联合区受损导致的空间定位错误。然而，这些解释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无法完全解释濒死体验中那些超出大脑处理能力的信息获取。如果仅仅是大脑的异常放电，我们如何解释一个完全没有视觉能力的人在濒死状态中获得了详细的视觉信息？如果仅仅是缺氧导致的幻觉，为什么这些幻觉总是遵循着一个高度一致的结构？这就像是在问，当你的电脑关机时，你如何解释屏幕上出现的与正在打印的文件完全一致的文字？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更加可控的实验环境——神经外科手术室。在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保罗·佩里卡德斯医生在治疗一名癫痫患者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当他用微弱的电流刺激患者的左颞顶叶交界处，大脑中负责整合自我感、空间感知和身体意识的区域患者突然说：“我感觉自己在飘，我在天花板上看着自己。”当电流增强时，患者的描述变得更加生动。我看到了手术台上的自己，医生正在我的头上工作，我能看到他们的手，我能看到那边角落里的纸篓。这是典型的灵魂出窍体验，一种意识完全脱离身体的感觉。在那一刻，患者从身体外部的视角感知着周围的一切。更令人着迷的是，当医生询问患者的感受时，患者的回答充满了惊讶和好奇，而不是恐惧或困惑。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梦，不是想象，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观看。这种感觉持续了几秒钟，然后随着电流的停止而消失。当医生再次刺激同一区域时，相同的体验再次涌现。这说明什么？大脑中的特定神经网络似乎与拥有身体的感觉密切相关。当这些网络被干扰时，无论是通过电流刺激、缺氧，还是其他原因，意识可以暂时脱离身体定位，产生灵魂出窍的体验。但这里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如果大脑能够产生我不在身体里的体验，那么我在身体里的体验岂不也是大脑的产物？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认知科学家唐纳德·霍夫曼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观点：我们对物理世界的所有感知，包括对身体和空间的感知，本质上都是大脑生成的界面，就像电脑的图形用户界面。它们不是客观现实的忠实表征，而是进化为帮助我们生存的适应工具。就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红外线或紫外线，尽管这些光确实存在，我们的意识也无法感知现实的真正本质。这个观点与我们最初的比喻惊人的吻合。如果身体真的是某种界面，那么灵魂出窍的体验就不是走向某个外部位置，而是从身体的定位中被释放出来，感知到更广阔的现实维度。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关于宇航服的比喻。宇航服内部是宇航员赖以生存的气压、温度和氧气环境。如果没有宇航服，宇航员在太空中无法存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宇航员本身是由宇航服组成的，也不意味着宇航员必须永远待在宇航服内部才能存在。同理，如果没有这具身体，这个由细胞、组织、器官构成的精密系统，我们的意识或许无法在物质世界中运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本身是由身体产生的，也不意味着当身体停止运作时，意识就必然消失。身体是必要的条件，但未必是充分的原因。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身体与意识的关系，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身体与意识发生断裂的人的故事。想象你失去了双腿，但仍然能够感觉到它们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你能够移动那只已经不存在的脚趾，能够感受到它的疼痛或瘙痒。你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床单下面，但大脑却坚持告诉你那里有腿。这就是幻肢现象，一种令人困惑、时常痛苦，却揭示了深刻真相的体验。神经科学家维拉亚诺·拉马切安德拉在印度遇到了一位名叫陈的病人。20多年前，一次事故导致陈的左臂从肩膀处被截肢。在那之后的20多年里，陈一直能够感觉到那只手臂的存在，完整的从肩膀延伸到指尖的手臂，即使它早已不存在。更奇怪的是，当拉马切安德拉触碰陈的脸部时，
特别是靠近耳朵和下巴的地方。陈能够感觉到被触碰的是他的左手。为什么碰脸会感觉像碰手？因为大脑的体感皮层中，手部和面部的表示区域在空间上是相邻的。大脑并没有手臂或者手的内置概念，只有体感区域，负责接收来自身体各部位感觉信息的神经网络。当手臂被截肢后，大脑中的手臂表示区域并没有消失，他们开始寻找替代的输入来源。由于面部和手部在脑中的邻居关系，面部的触觉信号开始被错误地路由到手臂的区域。幻肢现象的发现帮助我们理解了一个深刻的事实：身体感这种我拥有这具身体的体验，并不是来自身体的物理结构本身，而是来自大脑对身体表征的持续构建和维护。这个表征系统极其复杂，包含了关于身体大小、形状、位置、运动能力的内部模型。它整合了来自皮肤、关节、肌肉的本体感觉信号，以及来自视觉和前庭系统的空间信息，最终生成了我们体验到的身体感。但这个系统也是可以被改变的。在虚拟现实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参与者戴上头盔显示器，看到一个虚拟的身体，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身体，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形态。比如一个方块，从第一人称视角与他们的真实身体位置重合。当他们的真实身体做出动作时，虚拟身体也同步做出相同的动作。经过几分钟的体验后，参与者开始认同那个虚拟身体。报告说，感觉那是他们的身体。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男性参与者通过虚拟现实进入一个女性化身，结果发现，在那之后，参与者对女性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积极。这些实验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认同实际上是灵活可塑的，并不严格绑定于物理载体。大脑会根据输入信号构建身体感，而当新的输入信号出现时，大脑可以重新校准这种认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身体感是大脑的构建产物，而不是被动接受的信息，那么当身体停止运作时，意识会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濒死体验者们的描述中。当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大脑会在大约20秒内完全停止活动，这是科学家们测量到的数据。在那之后，大脑已经没有任何功能，无法产生任何体验。然而，很多濒死体验者报告说，他们体验到的内容往往集中在心脏骤停之后。在医学记录显示，他们完全死亡之后，他们描述的细节、手术室的对话、房间里的物品，甚至远处发生的某个事件，都是他们在意识离开身体后才看到的。这与大脑在缺氧时产生混乱幻觉的假说形成了矛盾。如果是缺氧导致幻觉，那么这些幻觉应该在心脏骤停开始时就出现，而不是在患者已经死亡后才开始。濒死体验者们报告的时间线通常恰恰相反，他们的清晰感知往往在心脏停止后不久开始，而不是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家彼得·芬威克提出了一个假说：濒死体验不是大脑停止运作的结果，而是在大脑停止运作时发生的某种门的开启。他说，如果意识在死亡时不是消失，而是转移到另一个维度，那么濒死体验就是灵魂离开身体时的体验，被大脑记录下来。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假说，远未得到主流科学的认可，但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真的完全依赖于大脑吗？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想象你